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豪啊。看到这个身后的背景就知道我今天不是在马来西亚啦，现在是在日本啊。日本有好多个地方都会下雪，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会下雪的地方，就是日本的名古屋啊。名古屋也有分几个不同的地方啦。那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叫做名古屋的高山，这个高山它不是一座很高的山呐。在我的手表上面可以看到海拔是580米，天气还算是蛮冷的啦。这个天气是因为入冬了嘛，所以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是有在下雪，不知道画面上看不看得到啦。那来到这边呢，当然是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日本的冬天有什么好看的车。其实日本这里啊，他们蛮多小车的，就是所谓的 K 卡啦。像现在这个路边的 car park 可以看到有一台大 G 啦，然后有我们马来西亚熟悉的 HRV， 然后其他都是比较属于小型车款啊 K 卡啦。这一台是 Daihatsu 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然后那边还有一台 Toyota 的 Tank。因为下雪天的关系哦，所以要用雪地轮胎啊，而且四驱车会比较适合在这里用啊。我跟你们讲一个很傻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驾照是跟着生日嘛，我的生日是2月28号，然后我就以为那个国际驾照啊是跟着我的生日日期一起到期，结果我就没有去 renew 到，所以呢，这一次来日本很可惜没有机会在这里开车啊。之前来日本都有在日本开车，然后因为也不是很常来嘛，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的那个国际驾照是已经 terminate 了啊，而且是前几天才 terminate 的，有点可惜啊。那你们可以看到，虽然这里天气是很冷啊，现在是今天名古屋高山这个地方的现在这个是最高温啊，最高温是0度，然后今天的最低温是零下7度，是蛮冷的。不过冷归冷，冷跟 UV 是没有关系的。你看我的眼镜啊，你就知道了，黑黑这样子是因为它接收到这个紫外线光，所以它会变色。越黑等于 UV 越强。其实现在 UV 蛮够力啊，看到一台好车，这个 Subaru 的 Impreza， 在马来西亚呢，其实有卖那个 Impreza 的一个变体车款，就是把它 lift up 加高，加 wheel arch。加 roof rail， 它就变成 Subaru XV 了。那 Subaru XV 的第3代 Crosstrek 呢，好像也是要来马来西亚了。售价方面，我相信不会很友善啊，因为 Crosstrek 这辆车到时候会是一个 fully CBU 的情况进来马来西亚，所以就会比较贵，就好像第6代的 Forester 一样，所以价钱会偏高啦。不过 Forester 那辆车我驾了过后真的很喜欢，它的 symmetrical all-wheel drive， 它的整个驾驶体验，2500cc 的 Boxer 引擎的动力输出真的很好驾那辆车，但是输就输在马来西亚人对 Subaru 这个品牌认识不够深，所以如果有兴趣想驾 Subaru 的朋友，可以去 test drive 试驾一下。然后在去年我们去北海道的时候就看到很多 Subaru 的车型，因为北海道天气都是比较偏冷嘛，然后他们的冬天都会下雪。这个名古屋这里的冬天也是会下雪，所以其实路上还蛮多 Subaru 车型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对面来一些小可爱的Daihatsu的 van 车，然后还有这一台 TNGA 版本的 Yaris 哦。马来西亚没有 TNGA 版本的 Yaris， 除非是 Recon 车啊。如果在马来西亚要买 Recon 车的话呢，都是从日本运过去的嘛。我就有听过有人讲，买 Recon 车的时候要看他的那个报告啊，要看那辆车是源自哪里。如果是北海道啊，还是一些比较常有雪地的情况的地方，就不要买。给你们看一下啊，有走雪地的车，它的这个 rim 这边就会积雪。车底也会积雪可以看到有辆 Toyota 的 Crown， 好看 hatchback 版本的，还有一个 Honda 的 N-Box， 这辆马来西亚也是买得到啊。N-Box 在马来西亚的价钱 Recon 车大概就是10万11万这样，是一台660cc 的小车啦。刚刚我们有看到 TNGA 版本的 Yaris 那个 Yaris 在马来西亚也是要 Recon 车才有。吃看看超大片的牛肉，怀口的咩？冰天雪地，想要找东西吃，我看到这个比较多人排队，就选这个啦。它是牛肉，价钱是1000yen，1000yen大概是马币现在不到30块了，我觉得还是很划算。马来西亚你吃不到这样的东西。那牛肉真的是很新鲜，它没有熟了，大概是3分熟，可是我觉得很好吃啊。还有这个巴旺，这个是青葱，它下面有这个饼皮，应该也是可以吃。哇，那牛肉真的是好吃，一点腥味都没有了。它下面这个是夹饼。下一家再找别的吃。其实我觉得我评测还蛮厉害一下的，比评测还厉害。因为我评测的经验是从2018年开始才有去比较仔细的去研究每一台车。可是吃呢，我从小就开始每天都在吃一天最少都要吃3次。
像刚刚那个，先不讲它几厉害、几好吃，可是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就是啊，一个日本人的匠工精神，他在做的整个过程啊，在马来西亚很难遇到这样子的情况，这样用心的很难。马来西亚现在的饮食业都是在外劳在主宰，除了槟城啊还比较多本地人在做，其他州多数都是外劳来做，看得很显的。好评这个1000元花到值得。现在来到这边就是日本的白川乡，然后今天的雪其实还算是蛮厚的，很够力的。旁边你可以看到这个雪，整只脚差不多就是浸完了，超美这里，美吗？超美的，超人的。本来这一趟来日本呢是没有打算要拍东西的，因为相信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我是一个很够力、公休分明的人，就是工作的时候会认真工作，休息的时候我会认真休息。可是我觉得每次都没有把我休息的一些画面记录下来，是有点可惜啊。所以这一趟来日本呢，就记录一下，来到日本名古屋附近的这个叫高山的地方啊，他们特产的这个叫做飞驒牛。一开始我以为它叫飞蛋牛，后来我问了一下 ChatGPT， 它的正确读音是叫飞驒牛。这里的牛是很出名的啦，有吃牛肉的朋友可以来 try 一下，没有吃牛肉的朋友就也没得 try 了。然后是看嘛，这牛超嫩，2500日元。你在马来西亚这样的东西估计啊150块马币，这样高 quality 的牛肉，好吃。你来讲这个面呢？面好不好吃？因为外面太冷了，所以我一喝到这个汤，我觉得一点不腻，它是有点那种酱油汤的感觉。跟马来西亚日本餐的那些拉面店吃的有什么差别？它是酱油汤，可是它不会死咸，它就是你喝了你还会想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的那个感觉。这个高山这个地方啊是蛮冷，可是它冷到又不会下很大的雪。刚刚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那边叫做白川乡，那个地方就下很大雪，可是反而那个体感的冷啊又没有像这边这样冷。刚刚在那边的温度是1度嘞，然后那个雪是下超大，那个路上的积雪都很厚。现在这个地方呢是零下1度。所以是更冷，但是它的雪又不会下很大的雪，地上也不会积很厚的雪，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要赏雪，你要看厚厚的雪啊，差不多现在这种季节，1月尾2月头去白川乡那边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不过不用在那边过夜，因为我觉得那边晚上应该不会有任何的活动啦。当然这个地方叫高山，它晚上也没有什么活动了，差不多7点啊，所有店就关到完了。但是这样都好过之前我们去瑞士啊，瑞士是7点过后还是8点过后，连便利店都关，所以你晚上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找到娱乐或者找到吃的地方，更惨。所以瑞士的美跟日本的美都美，可是日本的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吃东西也比较方便。这个饺子550元，不到20块。现在马币又强，日币又跌，双管齐下的这种情况下，来日本就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个旅行啊。所以我们可以1年来这样多吃，就是这样啊。日本呢，就是一个你随便走进一间店吃啊，都不会踩雷的地方啊。当然前提是你要可以接受吃生食啦，不管是牛肉嘞还是海产，这里都是比较习惯吃偏生的。像刚才我们吃的那个牛肉嘞，我觉得它的这个熟度啊，大概就是30%这样罢了，但是我觉得是 OK 啦，也很鲜嫩。那讲回来到日本这边哦，我刚才就大概这样想了一下，如果啦用我现在有的车来日本生活啊，适不适合嘞？当然日本很大啦，我也去过几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就讲这里，我们就讲这个名古屋这边就好，也把它 focus 在这个季节，就是冬天。虽然日本我来过春夏秋冬4个不同的季节啦，我最喜欢是冬天啦。如果是讲在冬天用我现有的车款来这边生活的话哦，我的 Model Y 不适合，因为天冷的话其实对电动车来讲，它的这个电量损耗是更大的，所以它的续航表现就会扣分，续航也会减少，所以电动车在这里不太适合。而且我有用手机的一些软件 Apps 来查看附近的充电桩啦，相比起来，johor bahru跟 KL 的充电桩会比马高亚这边来的多，所以 Model Y 不会是一辆很好用的车在这边。那我的 Type R 的话 FK2 也不是那么适合。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季节，你看到吗？大雪纷飞，满地都是积雪的情况下哦，如果是用 Type R 的话，它是一辆前轮驱动车嘛，而且又是一个比较大马力的车型，我相信会很难驾，也很容易打滑，所以我觉得也不太适合。反而我有这样多辆车啊，
最适合的是什么车了吗？是 Saga 如果把 Saga 换上一个雪地胎啊，因为它虽然也是前驱车啦，它不是4轮驱动车，不过你换上一个雪地胎的话，因为小马力的关系，它输出比较弱，没有这样大的扭矩跟动力的话，还是可以的。就像我们现在在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满街都是前轮驱动车或者后轮驱动车，我也是有看到有86在路上走。不过最理想的车型，其实在这里是4轮驱动车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里流行什么车？这里流行的都是这些小车 K car。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parking 里面呢，除了有一辆 SD 嘛，其他以外全部都是 K car。小型车，那这些小型车呢，在这里可以算是一个主流啊。我们在路上都可以看到有蛮多的一些小车在这边穿行。以前刚拿到 license 的时候啊，就有想过要买什么车嘛，预算还不高的时候，就有想过要买甘蔗。买甘蔗来改的话呢，就要下 turbo， 不是 born turbo， 而是去买刹车厂的现有的引擎装进甘蔗里面。那个现有的引擎呢，其实就是 Daihatsu Mira， 以前叫 L2， 有 L2S， 后来有 L500等等之类的。那个 660cc 涡轮增压引擎版本的甘蔗呢，有那些 reverse 过后叫甘蔗的那个车型啊，在日本啊，其实也是有4轮驱动版本的。我那个时候就在奇怪，为什么那一个小车好像甘蔗这样子的车要搞一个4轮驱动，有什么必要呢？后来长大了有机会出国看看世界啊，来到日本看到他们的冬天，看到他们的雪地过后，才知道原来为什么他们要有 all-wheel drive， 原来 all-wheel drive 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在马来西亚就不是主流啦，所以马来西亚的很多车型，其实如果不要看 recon 车的话，进到马来西亚都把这个 all-wheel drive 的功能 cut 掉了的，除了 Subaru 啊 ，Subaru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招牌菜啊，没有错。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呢，会一直听到一个关键字，就是 K car。其实日本真的是算是满街都是 K car， 在马来西亚比较难红起来，也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现在的车也是越造越大台了。以前 Perodua 还有甘蔗、格丽莎、跟哪里比较小台的车，现在 Perodua 最小台的车也不小台了，就好像最新款的阿夏，其实它的整体尺寸也已经非常接近它的大哥迈 V 了，所以小台的车在马来西亚越来越不好卖，慢慢的就失去了它的那个地位。因为马来西亚人虚荣心还是比较强的，就比较想要驾大车、驾贵车、豪华车，宁愿在宝马上面哭都不要在单车上面笑啊。反而在我们马来西亚比较常见的 Alphard、Wildfire 或者一些比较贵的一些性能车，我在日本我跟你讲看到的那个次数啊，是比马来西亚还要来的少很多。东京比较多 Alphard、Wildfire。FL5 我这一趟在路上1、2台没有看到 ，FK8 也是1、2台没有看到。这就是日本人的用车文化和马来西亚的人的用车文化很大不同的地方。哇，日本的街道上还有很多 speaker 都会在播 BGM， 走在日本的街道上都会有自带氛围。真的很爽。OK， 今天这一集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们的影片，别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嘟下去。大家好 ，ATS， 我是嘉宾小茉莉。下一个影片再见啦 ，Goodbye。补充一下，刚刚有讲到为什么是小排量的 K car， 然后为什么要 all-wheel drive， 其实有几个重点啊。第一就是日本人他们用车的习惯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马来西亚人用车通常都会比较快啊，我们没有那一种比较高速的一些高铁，所以我们从可能新山去 KL 通常都是要自己开车啊，所以一台舒适、稳重、大辆、动力强劲的车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重要，而且马来西亚人驾车的习惯都会比较不冷静一点啊。日本他们在这里驾车都是属于比较斯文。再来就是日本的油价跟马来西亚油价真的差距非常的大。在马来西亚你驾大排量的车、驾油力的车是 OK 啦，那个汽油每公升1.9块，真的是太便宜了。在日本这里汽油价格不像我们这样好命。然后就是为什么要4轮传动系统呢？你看到吗？就是他们有4季，所以很有可能会有下雪天，像现在这样子。如果是下雪天的话，4轮传动系统还是比较安全啊，比较好操控。当然不是讲这个前轮驱动车或者后轮驱动车就不能啦，还是可以的。但是4轮驱动车当然驾起来还是比较安心、比较安全啦。其实还有一台很适合，就是 Jimny 啊，在日本呢也是看到蛮多的 Jimny， 所以这台车在这里也是蛮受欢迎的，也很受马来西亚人的欢迎啊。OK， 大概是这样子，我要继续我的 holiday， 下个影片再见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